从自诩身上没有超过8位数就不好意思出门，到被人称为行走的深圳一栋楼的鲍鱼佳姐，还有在直播间夸下海口要送粉丝爱马仕的网红们，他们为了保持土豪形象费尽心机，最终却难逃被封号的命运，有的甚至被揭露为是骗子。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峡谷课代表，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那些在网上炫富却被打回原形的土豪们。如果你的手头有1个亿，你会打算怎么花呢？快在评论区留言，和大家分享你的土豪梦吧。有7套房的龙套。2024年5月，中国炫富网红界发生了一场大地震，众多拥有数百万粉丝的网红遭到全平台的封锁。今天就让我们来揭秘这场风波中的一位焦点人物王红全新。像这10卡的绿钻加上项链20卡还不到8位数。他是一位拥有100万粉丝的头部网红，身上贴满了各种光鲜亮丽的标签，红3代、国际名校精英、小红书创始人之一、珠宝收藏家、低调投资狂人，仿佛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他发布的视频总是展示着他奢华的生活方式，频繁出入高端场所，家世显赫，简直就是活生生的豪子代表。在一次采访中，王红全新高调宣称自己的主业是房产和珠宝。他还透露自己在星河湾拥有7套豪华别墅，小的有700多平方米，大的达到991平方米。但因为房子位置挡住了阳光，他便将它们闲置了。Excuse me， 因为遮阳就闲置豪宅，这简直是土豪的思维方式。星河湾作为北京的高档住宅区，普通人辛苦一辈子可能连首付都攒不够，而他竟然一个人就买了7套，然后闲置了。更离谱的是，王红全新自称身上的珠宝首饰价值至少8位数，否则他不好意思出门。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身高和长相感到自卑，只能够通过打扮来找到自信。这种新型自卑说法引发了网友的强烈反感，让人怀疑他是否将自卑和自恋混淆了。王红全新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自己驾驶劳斯莱斯参加奢侈品活动的照片，他还向粉丝展示了自己收藏的珍贵宝石，每一颗都价值连城。他甚至走过戛纳电影节的红毯，这家伙到底有多炫耀啊！此外，他还利用自己的网红身份在娱乐圈结交了不少朋友。3月份还有不少明星出席了他的开业典礼，显示了他的财富和人脉。然而5月21日，王红全新突然遭到全平台的封禁，社交媒体上搜索他的账号，发现他的名字变成了一串数字，所有的内容也被清空了。显然王红全新被封杀了，但原因是什么呢？有知情人士透露，可能和他高调炫富影响社会风气有关。也有网友调侃，只是炫富不至于被封杀，毕竟炫富的网红比比皆是，通常只是被点名批评，改正之后一般不会被封杀。于是有爆料称，王红全新真正被封杀的原因是人设造假。王红全新曾给自己立下海归的形象，声称自己是伊利诺州大学毕业的，但根据2011年的一篇新闻报道，他实际上毕业于山东的菏泽音乐学院。毕业之后，他曾跑过一段时间的龙套，可能是觉得这段经历影响他的炫富人设，他才编造了海归人设。尽管他本人没有亲口说过自己是创始人或者红3代，但当这些传闻在网络上疯传的时候，他从未出面否认，让人怀疑这些传言可能是他自己雇水军吹嘘来的。中国最豪的豪门阔太。在中国网红界，有一位名叫鲍鱼佳姐的人物，她以无与伦比的奢华生活方式闻名遐迩。鲍鱼佳姐这位自称全网最豪的豪门阔太，其炫富程度令人啧舌。她不仅拥有占地5亩的豪宅，家中宽敞到能在客厅养鱼，每次亮相都身着高级定制礼服，搭配全套珠宝，一条项链的价值就相当于深圳的一套房子。鲍鱼佳姐的奢华不仅如此，她手上的钻戒大如鸽子蛋，闪耀夺目，足以让人眼花缭乱。更别提她那一整套顶级翡翠帝王绿首饰，其价值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一收都难以企及。走进鲍鱼佳姐的豪宅，仿佛置身于一座博物馆，四处陈列着各种珍贵的收藏品，每一件都价值不菲。她家的浴室之大，足以让人在其中散步，这种奢华程度让人难以置信。她的闺蜜网红 CC888 也是一位豪门家庭主妇，两人的频繁互动， CC888 对她的招待总是极尽奢华，甚至在鲍鱼佳姐来访的时候会提前1周准备食材，生怕不能够让她满意。
鲍鱼佳姐在富婆朋友圈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她到 CC888 家做客的时候，总是带着罕见的珍品作为回礼，显示出她的慷慨与品味。鲍鱼佳姐来自广东，名字中的佳姐在粤语中意为姐姐。她虽然外表雍容华贵，却毫无豪门阔太的架子，给人一种亲切和蔼的感觉。在她的视频当中，鲍鱼佳姐总是妆容精致，搭配着香港阔太标志性的发型，一副贵妇的模样。她的奢华生活不仅让网友惊叹，甚至被称为行走在深圳一栋楼。鲍鱼海参天天不断，一顿饭的花费高达数十万。他曾分享过一段插花视频，却意外暴露了家中满墙的干鲍鱼胶，令网友惊叹不已。尽管鲍鱼佳姐的炫富行为引起了平台的注意，导致她和王洪全信一同被封禁，但随后的爆料却显示，她的奢华生活并非虚构。鲍鱼佳姐的丈夫陈远昭是厦门中山东区同乡联谊会会长和中山市高尔夫球协会副会长，涉足房地产、金融、酒店、餐饮、文化产业等多个领域。佳姐的奢华生活有着坚实的经济基础。也许平台封错人了吧，毕竟鲍鱼佳姐与那些虚构炫富的网红不同，她的炫富虽然过于张扬，但她的财富却是真实的。一时骗子，一辈子骗子。通过造假炫富吸引眼球的网红数不胜数，接下来要聊的这位博公子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故事简直比电视剧还离奇。博公子自称是美国华裔，靠进出口贸易发家，月入高达23万美元。他的生活极尽奢华，出行必坐头等舱，衣服包包动辄几十万，家中橙色爱马仕包装盒堆积如山。他的气场强大，给人一种身家数千万的错觉。博公子说话温柔，被网友们誉为抖音第一绅士。然而他不明显的喉结、精致的妆容和中性的打扮，让人难以分辨其性别，更增添了神秘感。博公子的爱情故事也同样引人注目，他与一位神豪老爷的恋情简直是一场大型炫富比赛。据博公子描述，这位31岁的上海人年轻多金，追求他时极尽奢华，100万豪车、爱马仕限量版随手送。博公子呢也不甘示弱，回赠了一块价值5.6万美元的江诗丹顿手表，展示了自己的财力。这段土豪间的恋情让博公子的粉丝数激增。但随着博公子的爆红，他的黑历史也被人扒出。有网友发现，他曾用名王子博，在小红书上拥有几十万粉丝之后，开始微信售卖闲置物品，结果因诈骗被封号。更有网友发现，一个姓王的诈骗犯的官方文件、个人信息与王子博高度吻合，让人怀疑他就是那个死心不改的诈骗犯。改名博公子之后，他试图卷土重来，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细心的网友发现，尽管名字变了，但他炫富的手法依旧是那个钱多到花不完、痴迷奢侈品的海归富二代人设。网友纷纷揭露，指出他晒出的奢侈品包装盒磨损严重，明显是旧物。尽管黑历史不断被扒，博公子的粉丝数量呢却依旧攀升。他在社交媒体上晒出购买过库里南的全程，甚至花100万给姐姐买保时捷作为生日礼物，似乎极力证明自己的富有。可是没想到的是，他的黑料都这么多了，竟然到现在还有人选择要继续相信他。就这样，他觉得自己算是成功洗白了，所以他就顺理成章地开启了直播割韭菜的模式，还在直播间里放大话，声称要抽粉丝送爱马仕，但实际上卖的都是三无产品。尽管他全盘否认，但已经上当受骗的网友请不要再相信他。盗图高手，在炫富的世界里，并非只有中国网红才会造假。比如美国饶舌歌手 50 Cent， 尽管他已经申请了破产，但这并不妨碍他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一摞摞的钞票。这位以2003年的专辑 Get Rich or Die Trying 和2005年的专辑 The Massacre 走红的歌手，2张专辑都获得了双白金认证，总共卖出了超过2100万张。按理说，这样的销量应该让他赚得盆满钵满。2016年，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钞票堆积成山的照片，看似在说分一点给我吧，但实际上那些钱并不属于他。只要稍加搜索，就会发现这些照片在网络上随处可见。50 Cent 竟然为了炫富而盗图。早在2015年，50 Cent 就已经申请了破产，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在社交媒体上继续晒出各种钞票照片。这种行为甚至引起了法官的注意，质疑他是否有未申报的隐形资产。对此，50 Cent 回应说，他使用的都是道具钱。他表示，即便被拍到坐在名车里，穿着名牌的衣服，拿着某个名牌的产品，或者坐在一堆钱的旁边，也不代表那些东西就是他的。
他只是拍了张照片，是网友们自己脑补过度。虽然这话有点让人无语，但他确实说得很有道理，就让他继续他的炫富游戏吧。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美国说唱歌手和演员的鲍沃身上。他在小时候就发行过许多首热门歌曲，2002年开始涉足电影圈，参演了《小鬼魔邪》、《冰上 Disco》、《玩命关头3》、《东京甩尾》等电影，成为了一名有名的童星，拥有庞大的粉丝群。按理来说，他应该赚了不少钱。和许多爱炫富的明星一样，鲍沃也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向粉丝炫耀他的奢华生活。有一次，他上传了一张停机坪的照片，照片中有2辆车停在一架私人飞机之前。他还配文说：“旅行日，纽约的宣传之旅，我们出发了。”显然，他在暗示自己将乘坐这架私人飞机去纽约。但不久之后，有人在 Snapchat 上爆料，这位说唱歌手实际上正在乘坐经济舱。原来他所谓的私人飞机都是假的。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被抓到造假了。1年之前，他在 Instagram 上上传了一张一大叠100美元现金的照片，并配文：“流动现金净资产。”他说的没错，这些确实是现金，但那是属于 Timothy Sykes 的，而并不是他的。实际上，在鲍沃发布的这照片的8周之前， Timothy 就已经上传了同一张照片，所以 Timothy 马上在推特上曝光了鲍沃的造假和盗图行为，这简直太尴尬了，连我们的脚趾都尴尬的能抠出个城堡来。他超爱珠宝。说到尚恩·金斯顿，可能有些人会感到陌生，但只要一提到 Beautiful Girl， 你就会立刻想到他。这首歌的原唱就是他。在尚恩事业的顶峰期，他的财富曾高达200万美元。不过他对珠宝的痴迷程度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甚至愿意为此赌上自己的全部家当。这种对珠宝的狂热让他在2014年首次陷入了法律问题。当时他向珠宝商 David F 定制了2件首饰，却欠下了超过20万美元。2年之后，他又与珠宝商 Masters 发生了冲突，对方将他告上法庭，指控他拖欠了30万美金的珠宝账单。到了2020年，尚恩甚至因为拒绝为送到家的定制珠宝付款而被控盗窃。这些只是尚恩面临的众多法律问题当中的一小部分。据统计，他至少面临过9次起诉。尽管如此，尚恩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有所收敛，依旧在社交媒体上炫耀自己的财富。在这里不得不提醒珠宝商们，最好将尚恩列入黑名单，否则你可能需要准备起诉他了。杀了你就不用还了。在社交媒体上， LJ 以各种豪车为背景，频频晒出自己的貌似奢华生活照，从金色兰博基尼到劳斯莱斯再到宾利，无一不彰显着他的富有。他自诩为自学成才的交易高手，月入超过112983美元，甚至在电视节目《富家子弟去购物》中大秀在线交易的绝活，短短1刻钟就轻松入账1255美元，让人不免对他刮目相看。但现实往往比戏剧更荒诞。Elijah 因危险驾驶和公然持械被捕，被判了2年的监禁。更令人震惊的是，他曾向 Dennis Offso 借款购车。当被追债的时候，他不仅威胁 Dennis 的命，还真的开车撞向了他，最终锒铛入狱。随着审判的深入， Elijah 所谓的财富被揭露为一场空。他的律师指出，若 Elijah 真如其所吹嘘的那般富有，他本可以轻松还债，但现实是他并没有这样的财力。最终 Elijah 因自己的荒谬行径被判了2年半的监禁，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的结局。希望你能够喜欢本期视频。在这个充满虚荣和假象的时代，有些人为了维持他们虚假土豪的形象，不惜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们的手段五花八门，从冒充名车名表的骗子，到穿戴他人名牌的假土豪，再到精心策划车祸以逃避债务的心机鬼。这些人的行为不仅令人啼笑皆非，更让人怀疑他们的智商。今天峡谷课代表就带你走进那些网上炫富却被现实打脸的假富豪们的世界。如果你是一位亿万富翁，你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呢？不妨在下方留言，让我们一探究竟。白手起家的骗子。在英国，一位名叫 Sam Cooke 的年轻人曾一度成为媒体的焦点。18岁的他自称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拥有一辆价值20万美元的法拉利和一块15万美元的手表。他甚至豪言壮语，希望在50岁的时候能够拥有25亿美元的资产。Sam 声称，他仅凭借父亲给他的2512美元起家，通过投资股票，在1年内将这笔钱翻了数十倍，成为了百万富翁。这个励志故事一经报道，许多人信以为真。
包括他的父母的朋友和商业伙伴。他们纷纷将毕生的积蓄交给 Sam， 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投资赚钱。然而 Sam 却将这些钱占为己有，用来维持自己的奢华生活。事实上，他不过是个诈骗犯。当警方开始调查 Sam 的时候，发现他所谓的法拉利不过是一辆价值约$25,000的复制品，而他之前所说的一切基本上都是夸大其词。最终 Sam 承认了6项虚假陈述的欺诈罪，并被判了26个月的监禁。盗图大师，香港的时装模特儿兼网络红人杨舒婷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旅游生活。她经常周游列国，看起来生活非常惬意。然而当人们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不禁好奇他们究竟多有钱？难道他们不用工作，整天都在旅行吗？对此杨舒婷给出了答案，她的旅行生活其实都是虚构的。有一次她发布了一组在意大利度假的照片，其中一张阿马菲海岸的风景照似乎在暗示这是她自己拍摄的，但细心的网友发现这张照片实际上是澳洲旅游公司网站上的图片，杨舒婷只是将其剪裁了一小部分，便当做了自己的作品。这件事曝光之后，人们开始怀疑她的其他照片也是伪造的。有人甚至创建了一个名为 Copy with Sandler 的 Instagram 账户，专门展示杨舒婷盗用的所有照片。这时人们才发现，她不仅盗用了旅游照片，还盗用了食物的照片。最终因为太丢脸，杨舒婷在短时间内删除了95张盗用的照片。虚假的富豪生活，曾出演过 Love Island 的 Johnny 喜欢在 Instagram 上分享自己的生活。从他上传的照片来看，他似乎呢是一个有钱人，生活精致，全身名牌，还经常驾驶豪车环游世界。然而知情人士透露，这位真人秀明星的奢华生活其实都是假象。他的宾士豪车是他爸爸的，卡地亚手表是假的，豪华公寓是从 Airbnb 租来的。Johnny 根本不是百万富翁。此外 Johnny 上传的度假照片其实是他之前的前女友一起度假时拍摄的，他现在才陆续发布这些照片，只是想给人一种他经常在国外的假象。哇，原来以前的度假照片还能这样用，真是学到了。尽管 Johnny 几乎不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在健身房度过，但他自称是一位执行董事。然而他所持股的公司不是在倒闭，就是在亏损的路上。最终他只能靠在父亲公司的股份获得至少$62,000的收入。虽然他呢不是真正的百万富翁，但至少也是个万万富翁。从他现在的照片来看，他的生活似乎也不差。珠宝的狂热追求者，提起尚恩金斯顿，许多人都不太熟悉，但说到那首红遍大江南北的 Beautiful Girl， 你可能会恍然大悟，原来是他。没错，尚恩就是这首歌的原唱歌手。在他事业的巅峰时期，他的身价一度高达$200万。然而他对珠宝和金饰的热爱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甚至不惜为此倾家荡产。他的这种狂热在2014年首次引发了法律纠纷。当时呢，他向珠宝商 David F 定制了2件首饰，结果欠下了超过$20万的款项。2年之后，他又与纽约珠宝商 Echo Masters 发生了争执，后者将他告上了法庭，指控他拖欠了$30万的珠宝账单。到了2020年，尚恩甚至因为偷窃罪被发布了逮捕令。一位珠宝商将定制珠宝送到他家，他却拒绝付款，结果被控盗窃。这件事件仅仅是冰山一角。据不完全统计，尚恩至少面临过9次起诉。尽管如此，他似乎并未有所收敛，依旧在社交媒体上炫耀自己的财富。在这里，真心建议珠宝商们将他列入黑名单，否则你可能需要准备起诉他了。杀了你就不用还了。另一位社交媒体上的炫富达人，经常晒出自己与各种豪车的合影，其中包括金色的兰博基尼、劳斯莱斯和宾利等。Elijah 之所以显得如此富有，是因为他自称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交易员，声称每月收入高达$112,983。他甚至曾在电视节目《富家子弟去购物》中展示了自己的在线交易技巧，短短15分钟之内就赚了$1255，这让他看起来颇具可信度。然而事实呢并非如此。有一天 Elijah 因危险驾驶和在公共场合持有武器被判入狱2年。这背后的故事令人震惊。他曾向 Dennis Offso 借钱购买了一辆路虎，但当被要求还钱的时候，他竟然威胁要杀了 Dennis， 并真的开车撞向了他，结果被逮捕。
在审判期间，人们发现 Ellie Jane 所声称的财富完全是虚构的。他的律师指出，如果 Ellie Jane 真的如他所言那般富有，他完全可以偿还债务，但显然他并没有这个能力。最终他被判处2年半的监禁，让我们恭喜他。名不副实的奢华生活。鲍沃这位美国的说唱歌手和演员，自小呢就以其音乐才华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心。2002年，他踏入电影界，出演了《小鬼魔血》等多部电影，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童星。随着名声的增长，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他的财富也一定相当可观。和许多名人一样，鲍沃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的奢华生活。有一次，他上传了一张停机坪的照片，2辆豪车停在一架私人飞机前，似乎在暗示他即将乘坐这架飞机前往纽约。然而不久之后，有人在 Snapchat 上揭露，这位说唱歌手实际上正坐在经济舱内。这已经不是鲍沃第一次被揭穿。1年之前，他在 Instagram 上晒出了一叠$100大钞的照片，声称这是他的流动现金净资产。但事实上，这些钱呢并不属于他，而是属于另一位名叫 Timothy 的富豪。Timothy 在鲍沃发布照片的8周之前呢，就已经上传了同样的照片。这一发现让 Timothy 毫不犹豫地在 Twitter 上揭露了鲍沃的造假行为，场面一度十分尴尬。社交媒体上的虚假富豪。另一位美国说唱歌手 Soulja Boy 也热衷于在社交媒体上炫富，他的 Instagram 主页充斥着与各种豪车的合影，穿戴着名牌服饰和手表，给人一种超级富有的印象。但事实上，他所展示的财富大多是虚假的。首先，他经常炫耀自己新购的豪车，但实际之上，他一直是租车公司的常客。豪华汽车经销商甚至曾公开指责Soulja Boy 未能够支付汽车租赁的费用，他以各种借口拖欠了$675的租金。这样的行为让人不禁怀疑，连$675都不愿意支付的人，怎么可能买得起豪车呢？此外 Soulja Boy 声称自己花费$600万购买了一套好莱坞的顶层公寓，并在视频中向粉丝炫耀。但事实之上，这套公寓也并非他所有，而是租来的。且业主呢正以$320万的价格出售。如果 Soulja Boy 真的喜欢这套公寓，他完全可以直接购买，而不是租来假装是自己的家。显然他可能买不起，因为他连$675的租金都不愿意支付。在社交媒体上 Soulja Boy 还曾经发布过一段视频，视频中他手持一大沓钞票，试图炫耀自己的财富。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除了最上面的几张真钞之外，其余的都是白纸。这一尴尬的发现让他迅速删除了视频。金箔车的尴尬。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有钱人，想要所有的人都知道你的财富，你会怎么做呢？全身名牌，豪车出行？不，这些可能还不够。于是有人选择了一辆金色的跑车，试图以此彰显自己的财富。然而，这辆所谓的金车更像是一辆巧克力车，因为它的金色外壳竟然开始脱落，露出了粗糙的做工。这样的车辆不仅不能够彰显财富，反而成为了人们的笑柄。奢华音乐节背后的骗局。Billy McFarland 这个名字曾经代表着创业精神和商业成功。2013年，他凭借$150万的投资者资金创立了 Magnus， 一个针对年轻一代的高端纸牌俱乐部。随后，他又成立了 Farah Media， 并担任首席执行官。该公司开发了一款用于预定音乐人才的手机应用程式 Farah。从表面上看，他似乎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为了推广 Farah 应用， Billy 与美国说唱歌手 Ja Rule 联手打造了 Farah 音乐节。他们的灵感来源于一次在巴哈马岛屿上的度假。他们想象着在这座岛屿之上，人们可以享受游艇、私人飞机，周围环绕着俊男靓女，大家在音乐和美酒的陪伴之下尽情狂欢。为了宣传，他们邀请了一些超级名模到岛上狂欢，并拍摄了视频。随后，这些名模将视频上传到了 Instagram， 并打上了 Farah Festival 的标签。很快，音乐节的橙色方块标志在社交媒体上疯传，报道和赞助纷至沓来。音乐节的票价从$500到$1500不等， VIP 服务更是高达$12000。尽管价格不菲，但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愿意为这场奢华体验买单。然而活动开始之前，乐队突然宣布取消演出，理由是他们对活动的质量没有信心，不想辜负粉丝。这无疑给音乐节的期待蒙上了一层阴影。
粉丝们对这场音乐节的真正水准更加好奇，但当他们真正到达现场的时候，他们才发现了真相。原本期待的豪华别墅和美食，变成了简陋的帐篷、未完工的舞台，以及所谓的5星级三明治、2片面包、2片奶酪和一点蔬菜。这场所谓的有钱人的音乐节，实际上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2018年，贝利因欺诈罪被判处了6年监禁，并被没收2600万美元的财产。此外，门票购买者对音乐节举办人提起了至少8起诉讼，其中一起案件的索赔金额超过了1亿美元。然而，故事并未就此结束。2023年4月，贝利通过 Twitter 宣布 Fyre Festival 2终于要举办了。尽管他从未提供过任何关于场地、日期和音乐嘉宾的具体信息，但他还是在 TikTok 上宣布 Fyre Festival 2前100张门票的售价为499美元。这不禁让人疑惑，真的还会有人愿意购买吗？难道人们忘记了之前的教训了吗？50 Cent 的盗图风波。50 Cent 这位美国说唱歌手凭借2003年的专辑 Get Rich or Die Trying 和2005年的专辑 The Massacre 声名鹊起，2张专辑均获得了双白金销售认证，总计售出了超过2100万份。这样的成绩自然让人联想到他拥有了丰富的财产。2016年，他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一张堆满现金的照片，让人不禁感叹他的富有。然而，只要稍加搜索就会发现，这张照片在网络上随处可见。显然，50 Cent 是在盗用他人的照片。事实上，他在2015年就已经申请了破产，但即便如此，他依然喜欢在社交媒体上晒出各种现金的照片，这让法官感到不满，询问他是否有未申报的隐藏资金。50 Cent 回应称，他使用的是盗取钱，并表示即使他被拍到坐在某辆车里，穿着某件衣服，拿着某个产品，或者坐在一堆钱的旁边，也不能够证明这些东西就是他的。他的话虽然有些道理，但他的行为仍然让人质疑。好吧，既然50 Cent 喜欢拿着假钱炫耀，那就让他继续他的表演吧。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是吗？柯达布莱克，社交媒体炫富背后的真相。柯达布莱克这位美国知名的说唱歌手以及作曲家，凭借 ZZ Roll in Peace、To No Vision 和 No Floken 等热门单曲赢得了广泛赞誉。和许多同行一样，他热衷于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奢华的生活方式。只需在谷歌搜索他的名字，搭配现金2字，你便能够看到他手捧大把钞票，摆出各种炫耀姿态的照片。但实际上，他的财务状况并不像那些照片展示的那般光鲜。2018年，柯达布莱克在 Instagram 上的一次直播中，一边展示着自己金光闪闪的视频，一边却向观众坦白自己实际上身无分文。他坦言 Instagram 上那些看似属于他的钞票，实际上都是道具，并非真金白银。他这样直白的自白本可能只是与粉丝的一次私下交流，然而他的竞争对手克里斯布朗看到之后，迅速将这段视频分享给了自己的粉丝。自此，这段视频的观看次数迅速突破了300万次。柯达布莱克为何会选择在直播中公开这样尴尬的事实呢？这可能是他的一种策略，用以防止他人因觊觎他的财富而对他造成的伤害。又或许他真的囊中羞涩，只是想向观众透露心声。如果你是一位亿万富翁，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不妨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让我们共同探讨。希望你能够喜欢本期的视频。Hello， 大家好，我是课代表。2018年，一位年仅9岁的小女孩突然成为了全球范围内最为火爆的网络红人，却在巅峰时期如同流星一般快速消失，只留下一段流传至今的传奇。在这一切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在推动着她爆火？又是什么摧毁了这颗明日之星呢？今天就让课代表带大家一起揭开这背后的阴暗面纱。利尔泰简称利尔，2018年时他才9岁，却已经成为了最受瞩目的新型网红。巅峰时期在 ins 上拥有高达上百万的粉丝，也曾与一众知名 rapper 进行合作，更是一度登上过《早安美国》这样一个重量级的电视节目，无论在哪儿都能引起热烈的讨论。可以说在那段时间里，无论你承不承认，他都是世界上最火的网红。而对于他的视频内容却只能说是一言难尽了。大家可以先来看视频。All y'all broke ass haters, y'all ain't doing it like Lil Tay. This is why all y'all
她在网络上最早发布的大都是疯狂炫富的视频，视频中这位小女孩手里拿着大把大把的金钱，肆意挥洒，而且言辞粗鲁，脏话不断，疯狂的一举一动都让人不爽的同时，还有一丝疑惑：这小孩脑子是怎么长的？为什么才9岁就可以这么粗鲁？那些不堪入耳的言辞又都是谁教他的？而且大家都知道，你只有9岁了，大可不必如此反复的强调。甚至在后续的一些视频中，我们还能听到小女孩说出一些种族歧视的言语。不管怎么看，这都不是一个正常9岁女孩应该有的样子。而正是这样的反差，让她在网络上爆火。这也让小女孩认识到，这就是一条可以快速变红的通道。于是，在炫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炫豪车、炫名牌包包、炫豪宅等等，更是会拍摄一些很夸张的视频内容来吸引更多的人去关注他。而正是这种惹人争议的视频内容，导致围绕他的讨论变得越来越多。在 ins 上，他成了该年涨粉数最多的博主。TikTok 上的每一条视频更是能够收获高达上千万的播放量。在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不少的知名网络主播也参与到了其中，很多的油管的知名博主都下场为这件事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不管是黑红还是大红，反正丽儿她彻底的出名了。这也是让很多的品牌商都注意到他，资本商也开始靠近这位新崛起的网络红人，想依靠他的热度来谋取更多的利益。但是人红是非多，更何况是这么一位本身就充满非议的网红。网友们诅咒他的同时，都对他的身世感到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家庭可以让他在这么小的年纪就拥有如此多的财富？而在丽丽发表视频说所有的钱都是自己挣以后，又怀疑这些钱真的都是他一个人挣来的吗？究竟是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一个甚至都未成年的小女孩拥有这么多的奢侈品、跑车、豪宅等呢？而且他在网络上做出如此粗鄙的事，他的家长都不管的吗？种种的问题都让网友开始调查这位年仅9岁的加拿大华裔小女孩，但事实却让大家都为之震撼。这位号称一年能够挣1亿美金的丽儿，其实并没有那么有钱。她的母亲叫做安吉拉·田，是加拿大的一名普普通通的房产地经理。更让人震撼的是，丽儿早期视频中拿出来炫耀的红色豪车，其实并不是丽儿的，也不是租车租来的，而是她母亲公司老板的私人座驾。而视频中出现的豪宅，更是公司内正在对外销售的商品房。而且丽儿几乎所有的视频都是其母亲一手拍摄的。在这件事曝光以后，网友们还发现其母亲安吉拉早早因为违反规定而被公司所辞退，变成一个无业游民。难怪那段时候丽儿的视频突然高产起来，课代表还以为是爆红之后变得勤快了呢，原来原因在这儿啊。但对于已经走红的丽儿来说，这些黑料并不能够击垮她，反而会为她引起了更大规模的讨论。之后丽儿更是开始与一些知名的 rapper 进行合作，不断的参加商业活动，名气越来越大。这一切都吸引着很多知名的经纪人想要签下丽儿，他们通过 ins 等社交媒体向丽儿发送了请求，但是他们都遇到了一个关卡，那就是丽儿同母异父的哥哥杰森田。在2018年的时候，杰森也只有16岁，是一名重度的说唱爱好者。所有想要联系丽儿的人都要先通过杰森这一关，因为他是丽儿所有账号的管理者。但面对如此多的邀约，无论是安吉拉还是杰森都对于非常谨慎，不管多么有诚意的合约都没有接受。而其中一位名叫迪欧米的经纪人，本着长期合作的心态，选择了给他们打白工，在没有合同的情况下，承担了丽儿几乎所有的经纪活动。在一切进入正轨以后，迪欧米希望丽儿一家能够更加约束自己，不应该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就擅自缺席活动，而且应该在今后的视频中注意言辞，这样才能接触到更多的品牌方。但这一系列的提议都被杰森给拒绝了。他认为丽儿之所以能这么火，就是因为视频中夸张粗鲁的风格，所以今后不仅不会改善，反而可能会更加的粗鲁。在丽儿成为全球最火的网络红人之后，很多的人都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竟然让一个年仅9岁的小女孩成为了这样一个出口成脏的人，但却始终无法解惑。直到一个视频的流出，让一切真相都水落石出了。这个视频是丽儿录制视频的花絮，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丽儿如果离开了镜头，更像是一个沉默的人，而所有的台词都是其母亲和哥哥设计的。丽儿经常会因为表现不够粗鲁夸张而被要求重新录制，反复的录制，渐渐的让小女孩的脸变得通红。可见原先那些视频中小脸通红的样子，原来并不是因为其打了腮红，而是因为不断的要求大声说话而导致的。如果丽儿情绪表达不到位，安吉拉和杰森甚至还会辱骂丽儿。视频中的一切彻底点燃了网友们的怒火，他们发现原来丽儿并不是真的那么粗鲁，反而只是其哥哥和母亲制造出来的一个赚钱工具。而他们为了赚钱，就将丽儿教导的满嘴脏话，言行夸张。在这之后，网络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视频，里面的丽儿会因为抽血烟而被呛到。这个视频让网友彻底看清了真相，于是纷纷采取了自己的手段，想要拯救丽儿。他们有在推特上进行拯救丽儿的投票行为，更有通过相关部门希望能够使用法律手段来让丽儿逃离恶魔的控制。但是这一切都失败了。丽儿之后专门为了回应此事，而在电视采访中声称自己是自愿的，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心甘情愿做的。
但是看着这双都快要哭出来的眼睛，课代表相信各位网友都有自己的判断。最终，利尔的父亲出面了，而正是他的出面，让网友们终于看清了真相。原来之前不签合同，是因为利尔的监护人有2位，而利尔的父亲并不知道这件事，所以无法签下有效的经济合同。利尔的父亲是加拿大的一名律师，在领回利尔之后，他声称安吉拉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了这些行为，现在他需要将所有的一切都掰正，所以已经要求安吉拉删除了账号上所有的视频，并且会将利尔带回加拿大，表示会好好抚养他长大，并且在其长大之前禁止其使用社交媒体，等到他有自我判断能力之后再给他自由。其实在这里面也有着猫腻，利尔之前的爆红程度，这位父亲不可能不知情，但是为什么会在利尔火了之后才开始争夺他的抚养权呢？这其中的谜团还有很多，我们可以静观其变，看看这件事情究竟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结局。但这件事后，安吉拉和杰森2人贼心不死，在利尔被父亲带回之后，还在 ins 上发布了一个公开募捐，希望能够筹到钱来打官司。虽然整个推文都是以利尔的口吻发布的，但是细心的观众应该都记得，课代表之前说过，利尔的所有账号其实都是由这2人把控的，所以这条推文不仅不是一个真正的求助信息，更可能是安吉拉和杰森钱花完之后，在网络上进行的乞讨。现如今网络的发达给现实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已经让不少的人被流量红利所迷了头脑，甚至还出现了像利尔这样的受害者。利尔当时只有9岁，他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在网络上发出这种视频对于自己的将来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且长时间被人添加了这样的人设，对于小孩子成长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但是安吉拉和杰森2人却从未考虑过这些，他们只是想着如何利用利尔来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利益。这样的行为与恶魔合意，明明是利尔最为亲近的家人，却亲自将利尔推入了万丈深渊。好在最终的结局在目前看来还算美好，但伤口治愈之后，并不代表伤口就不存在了。更何况这段回忆已经永……我是课代表。今天我们视频的主角依然是一位网红，但和其他网红不同的是，他的视频往往是评论比点赞多，甚至有的时候网友对评论内容的点赞都要比他视频的点赞要高。如此反常的现象，评论区肯定不是什么好话。每次他一发视频，就会招来数以千计的问候和嘲笑。同时他也被誉为全网最爱山寨货的网红， LV 毛衣是假的，手表是假的，甚至连首饰都是假的，而唯一不能造假的豪车竟然是租的。这位网红名叫星爷创业谈，只看名字就知道这又是一位成功学大师。那问题来了，网络上那么多给别人讲成功灌鸡汤的大师，怎么就他这么火呢？星爷创业谈原名段鑫，性别女，据说今年37岁。他火了之后，网友都亲切地叫他老嫂子。老嫂子的视频不谈奋斗，只谈格局。进入他的账号，映入眼帘的视频标题基本上都是挣大钱开公司，视频内容都是带名表谈格局。但实际上，星爷所谓挣大钱的方法，就是一些为人处事的心灵鸡汤，甚至连简单的几句台词都背不清楚，还要靠剪辑进行拼凑，把一个个简单的道理故弄玄虚，将其和有钱人格局相挂钩。其实在网络上，诸如此类的成功学大师并不少见，那么为何偏偏星爷火出圈，遭到了成千上万的网友抵制呢？从星爷短视频账号的简介，我们可以看到他只会3件事：搞钱、搞人、搞项目。如此确凿的语气，想必星爷肯定是个身价不凡的成功人士吧。但观众不理解的是，如此一个成功人士，怎么偏偏对假货如此情有独钟呢？一切的一切还要缘起星爷的一个炫富视频。在那个视频中，星爷的意思是300万的手表比300万的车更有用，而且还说，既然我能带着300万的手表，你觉得我买不起300万或者1000万的车吗？如果只是说个鸡汤，口头炫个富，其实也没啥大事。关键是这个视频中，星爷不仅露出来了自己300万的手表，而且这个视频还被专业鉴表大师大能刷到了。对于星爷的言论，大能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于是便亲自下场发布了一个鉴表视频。在视频中，大能说，从宝石圈的颜色过渡来看的话，星爷所谓的300万的手表应该是个后钻的彩虹笛，如果是真表的话，市场价格应该在30多万左右。而且从一个人的戴表习惯来说，自己的表不可能那么松松垮垮，因此星爷的表可能还是借的。被千万粉丝的鉴表大神大能发视频实锤，星爷一夜之间也火了起来，同时也引起了网友的热议。但大家讨论的不是如何做项目挣大钱，而是要看他如何回应大能的实锤。让人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他还真做出了回应，嚷嚷着可以让大家来给自己的手表做鉴定。本以为这么硬核的回应，星爷的表应该不假了，但没想到大能这边还没什么反应呢，星爷自己又跳了出来自扇耳光，称自己当天确实戴错了表，视频中的那块确实没有300万，是一块后钻的迪通拿。但星爷并没有承认自己骗人，他坚称自己有300万的手表，只不过是那天戴错了。之后便有网友打趣道，可能是借星爷这块表的人为了充面子，说这块表有300万，而星爷也信以为真了吧。本以为这次事件之后，星爷不说退网，也至少要偃旗息鼓一段时间。
但网友没想到星爷的脸皮如此之厚，依然继续我行我素发布成功学视频，大有借此热度涨粉之势。网友看不下去了，便陆续开始揭穿星爷的闹剧。之后登场的是一位名叫王兆文的博主，他也毫不客气地给了星爷一巴掌。王兆文是一位坐拥60多万粉丝的网络博主，平日里喜欢分享名车、名包等各种奢侈品，仅看他身后的豪车数量就明白，这也是一位奢侈品资深人士。他在看完星爷的座驾后，直言星爷根本没有所谓的劳斯莱斯，他开的是一辆宾利天越，虽说也算是一辆豪车，但却是一辆年代非常久远的豪车，价格也达不到300万。最重要的是，这车极有可能是租的。王兆文不仅发现星爷的车水分很深，他身上穿的 LV 毛衣也是假的，连毛衣都是假的，那就更别提星爷手上戴着的戒指和首饰了。一位名叫猎人珠宝的博主也有了新发现，他表示星爷视频里出镜率最高的那块绿色翡翠戒指其实是品质比较差的微料翡翠，价格也就几千块左右。随后他又看了星爷另外一枚镶嵌黄宝石的戒指，还问了许多同行，判定这枚黄宝石很可能只是黄水晶，顶多市场价1万块钱。不过让猎人没想到的是，星爷的手中还曾出现过一枚价值40多万的卡地亚戒指。要知道，按照星爷的性格，这么贵的戒指他肯定是要每天戴着展示的，而星爷却只戴过1-2次。对此，猎人则是给出了自己的猜测。猎人打听了一下深圳那边做高仿的真金真钻的厂家，做一个同类型的戒指要多少钱，厂家说得2万左右。后来猎人又上某宝搜索了一下，发现只要1000把块钱就能入手。对此猎人也是给出了自己的疑惑，既然有如此好的戒指，为什么不展示出来呢？就这样，经过大能、王兆文和猎人珠宝3位专业人士接连公开打假后，星爷的评论区很快就沦陷了。星爷的接连翻车也点燃了网友们的柯南之魂，纷纷化身他身上的可疑之处。而接下来的这位博主更厉害，仅凭星爷对自己描述的几句话，就分析出他学历造假。就在猎人珠宝公开打假后，星爷当天晚上就发布了一条视频来回应一系列的质疑声，但他没想到自己的回应反而让他陷入了更大的争议之中。星爷称自己初中就辍学了，辍学后出去打工，后来又去养殖蜗牛创业，最后又考上了湖南大学，得以重返校园。从他大学到现在17年连续创业，有成功过也有失败过，可以说是3起3落。虽然这一段先打工再苦读的学习精神十分值得学习，但这一事件的真实性却不容深究。这一番话刚一说完，就引来了一位网友的质疑。网友称星爷今年37岁，应该是84年生人，和他是同龄人。在他们那个年代，辍学之后就没你的学籍档案了，没学籍档案又是怎么考上大学的呢？而通过时间分析，星爷的学历也的确和年龄对不上。课代表可以来给大家算一下，星爷称自己今年37岁，大学毕业后创业了17年，那就相当于他是20岁就大学毕业，16岁就被大学录取。在那个年代，从小学到高中要11年，期间星爷还辍学打工创业养了3年蜗牛。那么同理可得，星爷得从1岁就要上小学。不得不说，这些成功学大师就是和我们这些凡人不一样啊。课代表1岁的时候可连和尿玩泥巴都不会呢，人家就能去上小学了。如此神异，为什么不跟另一位成功学大师聂霄一起探讨一下人生呢？其实星爷和课代表这样的营销号没什么两样，只不过他是靠着被包装出来的热度吸引网友的眼球来获取流量，再靠流量来变现，从而谋取利润。只可惜他还没开始割韭菜，就因为跳梁小丑般的举动引来了大能的实锤。而大能刚开始实锤星爷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击这种不正确的价值观。说来也是奇怪，星爷10句有9句都经不起推销，连话都说不明白，又如何去教别人创业赚钱呢？虽然大多数网友经过网络的洗礼，已经对成功学不感冒了，但不要忘记，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傻子。因此依然有很多所谓的成功学大师能够凭借创业心得、心灵鸡汤大行其道，割一茬又一茬的韭菜。真的想要别人信服自己，就得拿出与之相匹配的能力和资本，而不是信口开河、以假当真。不然谎言被戳穿的那天，就是被群起而攻之日。听懂掌声。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各位同学如果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订阅，别忘了打开小铃铛，以免错过更新。我们下期再见了。